大家好，今天是6·1儿童节。现在呢，带大家去我上小学的学校看一看。我的小学位于和平门的东荣县胡同。打明朝建设北京城，荣县胡同就有了。它是老北京发展变迁的见证者。当年的时候，它东起旧司法部街，西至宣武门内大街，曾是北京最长的胡同之一。我上的小学呢，它的名字叫东荣县胡同小学，现在叫做北京第2实验小学长安分校。当时的学校是一个大院子，教室呢都是平房，冬天还要生炉火取暖。这条胡同便是东荣县胡同，咱们现在拐进去。东荣县胡同呢，正对着国家大剧院，而且离人大会堂和天安门都很近。小时候，这里曾是我的主要活动范围。不知道大家离自己上小学的学校近不近？是不是有时间也回去看一看，回忆一下自己的少年时光？今天呢，再跟大家分享一篇汪曾祺先生的文章《老舍先生》。在北京东城的胡同里有一座小院，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，异常豁亮。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，院里有2棵不大的柿子树，到处是花，院里、廊下、屋里摆得满满的，换季更换，都长得很精神，很滋润，叶子很绿，花开得很旺。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洁清亲自侍弄的，天气晴和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盆抬到院子里，一身热汗，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，又是一身热汗。老舍先生曾说，花在人养，老舍先生爱花，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，不是可有可无的了。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著，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之著。叶潜宇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，四面都是花，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，微仰着头，意态悠远。这张画不是写实，意思恰好。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，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。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，里面陈设很简单，一桌一椅一榻。老舍先生腰不好，习惯睡硬床。老舍先生是文雅的，彬彬有礼的，他的握手是轻轻的，但是很亲切。茶已沏出色了，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。据我的印象，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。老舍先生爱喝茶，喝得很勤，而且很艳。他曾告诉我，到莫斯科去开会，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，可是他沏了茶，刚喝了几口，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。他们不知道，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。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，请客人稍后，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。你可以看看花，如果是夏天，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。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，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。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。老舍先生藏画甚富，大都是精品，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。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，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4幅屏。
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中提到过的：蛙声十里出山泉。蛙声如何画？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勃勃的流泉，两旁是乌黑的石崖，画的下端画了几只白尾的蝌蚪。画刚刚裱起来时，我上老舍先生家去，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已。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，谈起来总是充满感情。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轶事，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。老舍先生谈这4幅里，原来点了题，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，是哪一句我忘记了，要求画卷心的芭蕉。老人踌躇了很久，终于没有应命，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，不能胡画。老舍先生说，老人是认真的。老舍先生谈起时，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，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，老人说没有。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，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，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，写着4个大字：此是废纸。打开一看，都是惊人的杰作，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。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，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，用一个香烟罐头，1下、2下、3下，行了，再添一点，再添一点，吃那么多呀。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，这么大岁数，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。老舍先生知道了，给拦了，说别，他这么着惯了，不叫他干这些，他就活不成了。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，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，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。老舍先生很好客，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，作家、画家、戏剧、曲艺演员，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，谈得很投机。每年，老舍先生要把释文联的同仁约到家里聚2次，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上聚，一次是他的生日，我记得是腊月23，酒菜丰盛，而有特点，酒是敞开供应，汾酒、竹叶青、伏特加，愿意喝什么喝什么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，说是毛主席送来的，让大家都喝一点。菜是老舍先生亲自颠配的，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。我记得有一次用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，这道菜我从未吃过，以后也再没有吃过。老舍家的芥末墩儿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儿。有一年，他特意订了2大盒子菜，直径3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，里面分开若干格，装的不过是火腿、腊鸭、小肚、口条之类的切片，但都很精致。熬白菜端上来了，老舍先生举起筷子，来来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，也很爱护。当时释文联的干部不多，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。他不看干部的档案，也不找人个别谈话，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，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。老舍先生爱才，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：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相思。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，不留余地的。老舍先生不是那种灌说模棱两可、含糊其辞、温吞水一样官话的人，
我在市文联几年，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，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，不是上下级关系。老舍先生这样的作家领导的作风，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，大家都平等相处，开诚布公，说话很少顾虑，都有点书生气、书卷气。他的这种领导风格，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。北京有一座智化寺，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，演奏音乐，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，很古，所用的乐谱别人不能识，记谱的符号不是公尺，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。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，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。据说这是唐代的谚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，但是还能集拢在一起。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。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，老舍先生为此也感到很幸福。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，首先是属于北京人。1954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，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，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